大家好，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今天我们那个法律讲座呢，主要是为给朋友呢提供一些比较必要的法律的知识的传授。今天的主题呢是怎么样通过有效的、合法的财富传承来保护到您和您家人。最近一段时间呢，就是在我们社区呢，就是很多朋友有很大的比较 growing 的一个需求，大家都想知道在怎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合理的避税，低风险的把自己的资产财产能够顺利的传授给你自己所要传授给的人。所以今天我们的法律讲座呢会围绕着这样的一个主题。首先呢我们在讲座之前呢，我给大家做一个声明。我们今天的讲座呢是没有针对任何一个听众的具体的要求，所以今天的讲座呢并不作为一个法律的一个意见一个建议如果您就希望大家不要听了今天的讲座之后呢，拿了这个建议去用到您自己的这个案子身上。如果您能够，如果您想自己能够接受到针对您的这个法律建议呢，您还是要咨询自己的律师。很单的介绍一下我们 Lions Law， 我们律所呢有4位律师组成，我们的职业范围呢主要是在公司法、商业交易、投资、知识产权、劳工法、争议解决、协商、民事和商业诉讼，以及非营利组织，还有资产传承。我们的4位律师，我是康一代，柯律师今天是我们的主讲人之一，陈韵律师也是我们刚刚进入的新的律师，然后就是 Mark Williamson 律师。很简单介绍一下柯一律师。柯律师呢持有麻州的职业执照，是法学博士，也是税务法的法学硕士。他是非常流利的讲英文、国语以及粤语。柯律师的职业范围是财富传承规划、遗产法院认证及相关诉讼、公司法、劳工法以及商业诉讼。今天我们也很有幸的请到了呢我们的 Off Counsel Attorney Mark Williamson。Mark Williamson 律师呢在财产传承遗产认证方面已经执业30年了。他曾经担任麻省律师协会遗嘱认证委员会的名誉主席，曾担任麻省律师协会主席的内阁成员，以及曾经担任麻省律师监管会遗嘱认证部门的主席。Attorney Williamson 律师他著有很多那个文章以及著作，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阅读一下。今天我们的讲座呢跟大家很快讲一下。一开始呢是柯律师会用中文给大家讲述一下财产传承的一些基本的知识点。然后呢我们请 Mark Williamson 律师给大家解答一些非常常见的一些问题，通过解答问题的方式把比较稍微深层一点的知识传授给大家。如果柯律师讲完之后大家有问题的话，请您把问题留在那边，等 Williamson 律师讲完了呢，我们会有大概20分钟到半个小时的时间会给大家提问的，好吗？好，我们现在就请柯律师。柯一。柯律师。You're muted. Okay, it's good. Yeah. Okay, thank you. 不好意思，刚刚那个可能前面一部分大家没有听到。那么我首先呢，大家好，我是柯一律师。那么我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什么是 estate planning。那中文的话，我们叫财富传承规划。相信大家都比较了解，我们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会针对我们的税务做一定规划，我们会针对我们的 asset 资产做一些规划，比如说购买一些理财产品。那么财富传承规划 estate planning， 它不仅仅包括税务上的一个规划，还包括我们的资产的规划。更重要的是，它是是为了让我们的财富能够传承到您下一代、您的家人、您的配偶、您的子女的一个完善的规划，是一个完全按照您的个人意愿进行您的财产的处理，以让您的家人、您个人获得法律上最大利益的一个规划。这才是我们真正说的财富规划。所以说，你说税务规划和财产规划，这是不完整的去概括这个estate planning 的。Connie next。Thank you。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的财富传承规划呢？好像我们听着这个是比较复杂的，说我们做好了这个税务规划，或者我们做好了资产规划就可以了。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我们可能中国人、华人有一个传统，我们希望我们的财富能够按照我们的意愿传承到我们的下一代。尤其是如果您的家庭有特殊的需求，如果您的家庭有特殊需求的孩子，您的家人有这样的财富的这个规划的这个需要，那么好的财富传承规划会帮助您的财富按照您的意愿传承到您的家庭家人手里，或者您的这个子女手里。如果您没有这样的一个财富传承规划呢，如果很有可能这么您的财富传承就会跟您的所有的意愿相背而驰，这是我们都不想看到的。第二点continue next slide please。第二点the next one， 再下一个，谢谢。第二点，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非常重要的一点是 avoid probate， 我们想要避免这个法院认证程序。什么是 probate？ 什么是法院认证程序？法院认证程序就是在您过世的时候，如果您的名下有任何的资产，如果您名下需要处理任何的这个您身后的这些事情，您是需要您的家人或者您的后代是需要将您的这些资料向法院进行一个认证的程序的申请。而且法院会进行干涉，进行监督，直到您的所有的这个身后的事情，包括您的资产的这个分配完成。那么为什么我们为什么需要去避免这样的一个法院认证程序呢？主要有3点原因。法院认证程序是一个非常的漫长的一个过程，少则1到2年，多则是3到4年。那我们有碰到过我们的客户，他们在外州还有一定的资产，有不动产，那么这样的话会更加加长您的这个认证程序，因为您需要完成外州的这样的一个 probate 的程序。那么这样的一个漫长的时间，会导致您的家人需要等待非常长的时间才可以得到您这样财富的一个传承。那对于您有需要的孩子，您有需要的这个配偶，都是一个极大的伤害。第二点，法院认证程序 probate 是完全让你失去这个隐私上的保护的。当我们在做这个 probate 的时候，您的家人、您的这个子女，他们会需要向法院去递交相应的文件，递交申请。这个申请上会包括什么呢？会包括您所有的资料，您的这个资产的信息，您的家人的信息，包括您家人的地址，您的不动产在哪条街、哪个城市，这都是会要提交给法院的。而且你提交给法院之后，在这个认证程序中，所有的大众都是可以拿着一个 ID， 然后到法院去查找您这些信息呢。那么这样对于您的家人，对于您的这个子女，他们的人身安全以及财产安全是会造成极大的伤害的。尤其在做这个认证程序的过程中，我们是需要做这个到当地的这个报纸是要做这样的公示。这样的公示 publication 之后，有非常多的人他会知道您的信息，那么会让这些不法分子有机可乘，去去查到您的家人的信息、您的财产信息，那么这样会对您的家人，也是会对您的家人的人身伤害以及他们财产的这个会造成很大的伤害。第三 ，probate 的费用是非常高昂的。有很多客户会过来跟我们说我可不可以自己做 probate， 我可不可以自己做这个认证程序？通常我们不建议，因为我们大部分99%的客户会来找到我们，都是由于他们自己去做了这个probate 的认证程序。因为 probate 认证程序的这个表格是非常非常的复杂的，它里面包含了许多的这个信息的填写以及包含你的这个遗嘱你如何递交。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客户他们在做这个申请的时候，他们一旦填错了一个信息，他们的这个申请就会被法院驳回。那么这样的话会导致你的所有的这个申请时间会更加的漫长，那么对您的家人和您的子女又是更大的一个伤害，他们没有办法很快的可以就是传承到您的这个财富。那么什么样的资产是需要走这个probate 法院认证程序的呢？非常非常直接的一句话，在您过世的时候，在您名下个人拥有的资产，比如说我们的个人银行账户是您个人名义持有的，或者是您个人名义持有的这个不动产 real estate，或者是您有一个 life insurance， 但是您没有去您人寿保险您没有去指定这个受益人，或者受益人发生了任何的这个事情，那你没有后续的受益人，这都会导致您的这个资产是需要走这个认证程序的。
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是不需要认证这个程序的？这些资产是不需要这个认证程序呢？如果你已经指定了受益人，或者是我们会之后会解释的，如果在信托下的资产，还有包括如果您的资产是这个共同拥有的资产，我们叫 joint ownership， 比如说您的联名银行账户你已经指定好非常就是指定好你的这个受益人的这个401k 以及 life insurance， 这些都是不需要认证程序的这个过程的。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完善的这个estate planning 这样的一个法律上的一个保护，这样是因为这样这一整套做出来是可以让你去避免上面我们所说的这些时间隐私上的这些伤害。还有一点我想跟大家强调一下，很多客户会过来跟我们说柯律师，我只想要一个遗嘱，可不可以就我只做一个遗嘱，我其他都不做，因为我觉得这就够了。我想强调一点，遗嘱是没有办法，单单的一个遗嘱是没有办法帮你去避免任何的认证程序的。你是必须要遗嘱加上您所有的资产的这个规划，包括您的这信托，你的信托将你的资产放到信托下，这样才能帮你去避免认证程序。遗嘱的作用大部分是在你做认证程序的时候，你给法院的一个我们叫指示 instruction， 告诉你 OK 我的资产我想要怎么去分，那么法院在一边干涉的情况下呢，一边按照你的遗嘱进行这个分配。所以这是第三点，这第二点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可能大家都不太熟悉的是一个法院认证程序。那么第三点可能Connie next slide， Connie next slide， Thank you。第三点可能是大家最关心的，现在我们大部分会问的关于这个遗产税的问题。那什么是遗产税？遗产税就是政府针对于在您名下，在您过世的时候，您名下所有的资产进行一个征税的一个行为。那么遗产税一般有分两种，一种是联邦的，一种是州的。那么对于美国公民和居住在美国的非公民，或者是您在美国有任何的资产有不动产的这个，您都会产生一定的遗产税。但是在州层面在联邦层面，现在我们大家可能是比较看好的是，我们现在有一个1170万，每个人有1170万的一个我们叫免税额。那个免税额等于是每个人低于1170万的这个美元的这个资产，你是不需要纳税的。那么如果您是配偶的话，您的这个数字是 double 的，是2340万。但是这个是联邦层面的，但在州层面的，我们大家要清楚，很多州都会在征收本州的这个遗产税。比如说 Massachusetts， 我们现在在麻省，大家都很清楚，我们每个人的这个遗产税都需要征收，那最高是高达16%，然后而且我们的免税额度只有100万美元。而且还有一点我想强调的是，麻省的这个100万美元的这个免税额不像联邦一样，它是没有办法 double 的。我们通常会跟客户说 You use it or lose it， 如果你没用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在根据我们的这个免税额，你也是需要一个完善的这个信托可以帮你达到如何去使用这样的一个100万的免税额，让你大大降低你的税收的影响。Connie next slide please。大家也可以看到这边的话，现在联邦的这个这里有我们的这个免税金额是1170万。那大家要非常注意，这个只是现在的免税额，那么现在的到2026年这个额度就会发生改变。法律现在规定这个2026年它会回到原先的500多万，但是呢550万，但是现在呢拜登总统上台之后呢，他也提议是350万的免税额。所以我们会看到在未来的5-6年之内，这个我们的免税额一定是会发生这个变化的。大家也可以看到现在联邦的这个最高税率是40%。所以不管您是有没有做这个estate planning， 或者您有没有这样的文件，或者您已经做了密切的关注政策，以及密切与您的这个律师进行沟通，根据这样的法律和政策的这个影响，去更新您的这个estate planning 的这个文件是非常必要的。Next。
所以一般我们所说的这个 estate planning 就是财富传承规划，一般会有哪些文件呢？我们最清楚的就是我们的遗嘱。那遗嘱一般我们会规定在里面规定是这个一般的分配，还有关于我们的这个遗嘱的遗产的执行人，还有关于我们在子女的这个监护权上，我们会要怎么样的去规定。第二个是关于信托，可能大家都是比较关注的这个信托的这一方面，等一下 Mark 律师会主要的来展开来解释。那信托我们一般有可撤销和不可撤销，这个是属于我们一个深厚的一个处理的这个两个大的文件。那么下面的这几个文件可能大家不太熟悉，但是其实是如果您要做这个财富传承规划的话，是必须我们会推荐您一定是要做的几个文件。第一 ，Durable Power Attorney。它是关于您的财政事务，您授权您的子女或者是帮您去处理任何的财政的这个事务。Healthcare Proxy 顾名思义就是帮您去做这个医疗上的一个决定。那 Living Will HIPAA release 这个我想强调一下 ，Living Will 虽然叫生前遗嘱，但是它不是我们所前面提到第一个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它们是不一样的。Living Will 多数是在您如果进入到医院，您希望您的家人最后您希望接受什么样的一个治疗等等，它会在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规定，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混淆这个 Living Will 和 Last Will 它们是不可以是不可替代的，是不能互相交替用的。然后 HIPAA release 相信大家对这个也有所耳闻。HIPAA 是一个我们的这个信息安全保护的法案。HIPAA 里面规定如果没有这样的文书的话，即使您的家人他们如果不通过法院，那么他们是没有办法去跟医院或者是去跟医生得到您的这个各方面的医疗信息的。那么这样的话会对您的这个治疗，对您的家人对您的照顾是造成很大的不便的。所以呢 HIPAA release 我们是对于客户来说是一定要去做的再下面就是我们的这个关于这个 appointment of guardian 你们监护人的命名，还有 conservatorship。所以现在这个是我这边我们一般会做的这个 estate planning 的相关文件。那下面我们就有请Mark 律师为我们展开来讲一下大家最关心的这个trust 信托方面的问题。然后 Mark 律师这边呢，我们会是这样的一个流程。Mark 律师会用英文来给我们做一方面的解释，那么我会来进行这样中文的一个翻译。So Mark, the stage is yours. Mark, you are muted. Can we hear me?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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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very much, E. Okay. It's a pleasure to be speaking to you all tonight, especially about my favorite subject, which is trusts. Now, a trust, to be the most simple we can, is to say that it is just an agreement, a contract between the person who creates the trust and the person who benefits from the trust. It's just a set of rules about how assets will be governed over time. 信托我们在法律上意义是，信托其实是一个合同，它合同里面规定的这些条款是规定是如何使用这个信托去管理我们的资产，如何使用信托去进行我们的分配。那么信托中间我们会有各个不同的角色，包括我们有信托的建立人，我们信托的管理人，信托的受益人等等。Unlike wills, trusts allow you to control assets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In Massachusetts, 90 years. So you can create a set of rules that will protect your assets for your children and your grandchildren and on down the generations. 那么跟这个遗嘱不同的是呢，信托它是一个长期有效管理你资产的一个工具。那么在麻省呢，信托的有效期是90年，所以呢，如果您一个好的信托做完之后，它是可以在这90年之内都是可以对您的这个资产、您的子女、您的外孙子女、孙子女他们的这个您的财富的传承都会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的。The protections that a trust can provide are many. First, it will
protect the surviving spouse from anyone who would sue them or cause them financial trouble. It will protect them from financial loss of the assets that they have inherited. 那信托呢，它有非常多的保护。首先，它可以保护您的这个尚存的配偶，他们在继承您的资产的时候，他们自己个人的这个债权人，他们如果有诉讼，如果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破产的一个这个诉讼的进行，都不会波及到您传承给您的这个尚存配偶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资产，这个信托是可以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It also protects the beneficiaries if they are too young to administer their own assets. It allows you to name an adult to administer the assets for the children and the grandchildren. 那么它也可以保证您的子女或者您的孙子女外孙子女，他们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可能他们缺乏这样的这个资产的这个管理的能力财政管理的能力。那么信托它会帮助您指定您信赖的人，您信赖的公司，您信赖的人，他可以去帮助您的子女、外孙子女和您的家人去管理这一部分资产，在适当的时候将这一部分的资产传承到您的子女手上。比如说您的子女已经具备成熟的管理资产的这样的能力的时候。Trusts also allow you to avoid the probate system. 像我们刚刚说的，信托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帮您去避免法院认证程序的一个工具，所以您不需要需要花长时间的去拿到这个财富的传承。The probate system is dangerous because it's very public and it allows strangers to know what you are leaving to your beneficiaries, and it even tells them where they live. 那像我们刚刚说的，法院认证程序是一个非常我们可以说是非常一个危险的一个程序。那么所有的事情，所有您的信息、您的资产都会变成一个大家公众都可以看到的一个信息。那么这样会导致陌生人可能对您的家人、您的这个子女他们的这个人身或者是财产安全造成伤害。Probate is also expensive. And it's very time consuming. It takes often over a year. And it makes real estate more difficult to sell. 还有一点是刚刚也提到的，就是我们的认证程序是非常的昂贵，时间非常长。非常重要一点是，如果你要走到这个认证程序的话，它会导致您在处理您的家人在处理您的这个不动产的时候是有非常大的困难的。From a financial perspective, trusts are very helpful for the beneficiaries because a person cannot sue a beneficiary for the inherited assets. And if the beneficiary has financial problems or bankruptcy or gets married and divorced, having their inheritance in a trust will protect anyone from accessing those funds but the beneficiary. 信托对于您的所有的受益人最大的一个好处是，他们信托这个受益人他们继承的这个财产是不会受到他们的这个离婚，是不会受他们离婚，包括他们诉讼，如果他们有这样的破产索偿等等这样的这个这样的一个伤害的，信托是可以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对您的，尤其对您的受益人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保护。Slide, Connie? Can change the slide. Trusts come in two major types: revocable trusts and irrevocable trusts, and they have very different functions.
那我们一般的信托呢，我们分大家会熟知的是有2种类型的信托，一个是可撤销的信托，一个是不可撤销信托。那么这2个信托，他们在不同的方面都会提供不同的保护，而且他们的作用是非常不同的。Typically, you will be creating revocable trusts during your lifetime. Revocable trusts can be changed anytime, and they can be terminated anytime. And the person who creates it is usually also the person who's in control of it. 那么可撤销的信托呢，我觉得顾名思义，大家都会比较了解的是，可撤销信托是具有非常大的灵活性，你可以随时的进行修改，随时进行这个终结这个可撤销的信托。那么你也可以在您的在里面在作为受益人这等等的这些内容，你可以进行一个大的这个变换，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灵活的一个工具。When you put an asset into the trust, that asset will avoid probate because probate is to administer the assets of a dead person, and the trusts don't die. So we avoid the probate system. 那么这个信托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提到，信托它是一个非常长期的有效的这个工具。信托它是我们通俗地说，信托它不会死，OK。但是所以信托它的您的所有的在里面管理的这些资产呢，它是都是可以进行一个长期的这样的一个管理。During your lifetime, the trusts also allow for the ease of administration of your trust assets in the event of your incapacity. They work much, much better than the other 2 ways that one would take care of an incapacitated person's assets, which are through guardianship or durable power of attorney. 那么信托呢，它也会在您如果说您丧失了这个行为能力，或者是您这个本身是有一些相对的一些特殊需求的时候呢，也会为您提供这样的保护。在您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信托会根据信托管理人会根据信托里面的这个规定，根据您的意愿去管理您的这个资产。But one thing that revocable trusts do not provide is protection from bankruptcy and creditors and divorce. 那么唯一的有一个不好的对于可撤销信托这个一个不那么好的一个这个方面是它不保护这个您的这个资产免受到这个债权人或者一个诉讼，或者是你有任何的这个破产的这方面的一个影响。即使您有这个可撤销的这个信托，你也会受到你的债权人，他们也是可以根据这个在对您的这个可撤销信托里面资产进行一个这个claim 申请，对。So you want to talk about irrevocable? Yes. Now, with irrevocable trusts, you do get all of those protections. An irrevocable trust cannot easily be changed by the person who creates it. And only irrevocable trusts provide protection of the asset that's in the trust. 那么不可撤销信托呢，顾名思义，我们跟可撤销信托的最大区别是它没有办法更改，你们没有办法随意的更改。但一旦设立之后呢，那么就按照这个信托里面的这个规定我们来进行。但是不可撤销信托最大的一个好处是，它可以免受您自己受这个诉讼或者债权人或其他诉讼的这个影响，那么是会提供这样的一个creditor 的一个保护，一个债权人的这个保护。Now, this might seem a little confusing because we've said that the revocable trusts will provide protection for the beneficiaries after one's death. But the reason why they provide protection at that time is that when you do die, your revocable trust becomes irrevocable.
and the irrevocable trusts are the protective ones. 那么我们想要强调一点是，刚刚我们说到我们的这个可撤销信托为什么也可以保护我们的受益人免受他们的这个债权人或者是诉讼的这个影响，是因为在您过世之后，这个可撤销的信托就会变成一个不可撤销信托，那么它就会落到这个我们的第二个这个 category 这个类别里面来，它会变成一个不可撤销信托。那么在这个时候，它就会享受到这个我们说的关于这个债权人的这个保护。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刚也提到这个对于您的受益人来说，这个 Revocable Trust 可撤销信托也是可以起到这样的，他对于他自己个人的债权人的这样的一个免受他们自己个人债权人的这个影响的保护的。Irrevocable trusts also provide tax planning opportunities because you can put assets into an irrevocable trust and avoid estate tax, especially estate tax on the state level. That you can only use irrevocable trusts to make gifts in that way. 不可撤销信托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可能我相信大家也听说过，就是关于这个遗产税上的一个这个税务上的一个好处，是因为不可撤销的信托，一旦您的这个资产进入到不可撤销信托，它是完全跟您的这个个人的这个遗产是不属于一个在您个人名下的这个遗产，它是分开的。所以如果尤其是当我们的这个资产，我相信在麻省大部分的人可能我觉得就是这个100万的这样的一个免税额，可能对于大部分人是非常容易达到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考虑说，我是不是需要做一个不可撤销信托？尤其您可能有一些life insurance 这种理财产品的时候，那么不可撤销信托是可以帮助您把这一部分的这个大额的这个资产从您的这个在做这个遗产税的时候是剥离出去的。那么这样会让您这个大大减少您的这个纳税的这个义务。Irrevocable trusts are also helpful when we are planning for government benefits such as Medicaid. When we put assets into an irrevocable trust, they are not counted against you for determining whether you are eligible for certain government benefits that have financial eligibility requirements. 对这个不可撤销的信托，我相信大家可能如果说对于这个我们如果就家里有特殊需求，或者是您正在申请这个 Medicaid， 或者是想要享用这个政府福利的这一部分的客户来说，不可撤销信托是可以帮助您既能将您的这个资产传承到您的下一代，而且可以帮助您是在同时也得到这个政府的这个福利，因为很多时候政府对于他们发放这样的福利，给你 Medicaid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福利的，他们是会对您的本身在您名下的这个资产是有一定的要求的。所以如果一旦如果您的名下您是继承到一笔非常大的资产，或者是您名下已经有这么大的非常大的一笔资产的话，您是没有办法去享用政府的这样的一个福利的。所以这样的话，你们的这个不可撤销，我们的这个不可撤销信托是可以很好的帮您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的。We could change the slide. So Mark, 所以现在我们开始对于这个我们对信托已经有一些了解了。那么现在我们也请 Mark 律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怎么样使用信托去安排我们的资产，包括信托它就像我们有一个房子一样，我们建立了信托之后，我们如何是fund 这个信托，我们是需要去在信托里面放我们的资产，放我们的这个财产的。So Mark, can you introduce to us like how do we use the trust and how do we fund the trust usually? Sure. The first thing is that we create a trust, and in order to create a trust, you would get guidance from a trust attorney who would help you create the rules that you wish to apply to your inheritance.
这个也是提及到的，这个我想跟大家也提到一点是，通常我们会收到一些很多客户的这个就是问题是，我们这个应该怎么样去进行啊？那刚刚 Mark 他很好的提到了这一点，通常一个客户到我们律所来咨询的时候，关于这个信托的时候，通常我们会问客户，关于他的家庭情况，关于他的这个资产情况，关于他想要达到什么样效果，什么样的目的，那么我们会根据他刚刚您所提供的这些信息，您想要达到的这个效果，那么我们会是提供专业的这个法律的意见，告诉您需要什么样的信托，您需要做什么样的这个法律文件。Some of these rules might be who would be the trustee, the person in charge of the trust, after your incapacity or death. Another rule might be when will your children or grandchildren get their inheritances, or what can the money in the trust be spent upon? 所以那当我们要做这个信托的时候，我们有几个大的方面，那么我们律所会为客户去考虑的。第一，谁会是成为我们这个信托管理人？那么我们一般我们会要求是我们的亲近的人。那么第二，那你的受益人在什么时候是怎样收到您的这个财富的这个传承？那么你在什么时候，在什么的情况下，那你的这个叫信托管理人，他是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安排，为您的这个受益人。Then we fund the trust. And the way that we fund the trust is different for each type of asset. For real estate, we fund the trust by creating a deed and transferring the real estate into the trust by deed. 所以一般的来说呢，等我们做好了这个信托之后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你是 trust 信托，你是需要放的，你是需要把您的资产放到这个信托里面的。所以呢，对于不同的资产，我们有不同的这个处理的这个方式。对于您的不动产的话，我们通常是根据去修改您的这个房契 deed 上面的这个title 来进行这个信托的安排。If we have a savings bank account or a brokerage account that is not a retirement account, we put them in the trust by creating a new account in the name of the trust and transferring the assets over from your personal account into the trust account. 所以如果你有一些银行账号，或者你有一些投资的账号，大家要注意这个投资账号不是我们平时说的这个401或 ALK 或者是 IRA。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通常是用信托的名义，我们是建立一个新的这个账号，将您的这个银行账号或者您投资账号是将他们里面的这个资产是转到我们新成立的这账号里面的。Now, for IRAs and 401k plans, the rules are different. We cannot change ownership of those plans during your lifetime. But what we can do is change the beneficiary designations so that the trust receives the IRA or the 401k after the death of the surviving spouse. 这个我们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在经过调查发现，我们大部分的客户都会有的一个问题是关于他们的401k 和 IRA，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具体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这个关于退休账号，我们是不是应该放入信托中？刚刚 Mark 律师已经回答了。IRA 它的这个 ownership， 它的拥有人是不可以换的，所以这个答案是不可以，你不可以放入信托中，您的这个 ownership 是一直是要保持一样。但是对于您的这个IRA 的这个 beneficiary 受益人呢，您是可以做相关的这个制定的。那么包括您的最好的方式呢，是规定您的这个善存配偶成为您的第一受益人，那么您的信托成为您的这个第二受益人，那么是收到这个 IRA 里面所有的这个资产的这个转换。When a trust owns the IRA, the trust
takes the distributions from the IRA. And if they keep the distributions, the trust pays the income tax on the distributions. If they distribute the distributions to the beneficiaries, they pay the income tax on it. 那么，当我们做好了这个，就是我们的受益人设定为信托之后，当您的这个 IRA 它走到这个已经传到我们的这个信托以后，我们信托可以做不同的安排。如果我们这个信托这个账号，我们决定将我们的这个 IRA 保留在我们的信托里面，那我们每一年我们的信托它是需要支付相应的这个收入税，我们叫 income tax。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个 IRA 这个信托将 IRA 的这个里面的 income 是分配到我们的这个受益人手上的话，那我们受益人他们当收到这一部分的这个income 收入的话，他们是需要支付相关的税金的。Estate planning also has to do with business entities, not just trusts, but also LLCs and limited partnerships and corporations. Each have their own purpose. 那么一般我们提到的这个信托的这个传承规划呢，不仅仅是我们刚刚说到的遗嘱啊、信托啊等等，很多时候我们也可以使用这个我们的叫LLC 有限责任公司来做这个我们财富传承的规划。So Mark, should I choose either LLC or trust, or can I use both of them usually? Yes, they have different functions, but they work well together. And with a good estate plan, they will be coordinated with one another. The best way for real estate ownership is to use LLCs and have the membership of the LLC be your trust. Is that because LLC and the trust provide the different protection? Yes, trusts in general don't provide protection to the person who created the trust, only to the beneficiaries of the trust. This is an oversimplification, but that's pretty much what it is. So if you want protection yourself, because you have residential real estate and you're afraid that your tenants will sue you, or someone will sue you and try to take your residential real estate away from you, the LLC will protect against both of those things in a way that a trust won't. 刚刚 Mark 律师给我们回答了一个我们也是收到很多的这个客户给我们提的这个问题，关于如果我有一个房产，那么如果我有相应的这个我房产是作为租用的这个作用的话，那我应该是选择 LLC 还是信托？那 Mark 律师刚刚也回答呢，我再补充几点。首先LLC 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为您可以提供它是一个独立的在法律上它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那它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诉讼，还有一个责任的这个分割，是不会涉及到您个人的这个一些债权或责任的这个诉讼。那么信托在我们刚刚也介绍，信托它最大的作用对于我们来说，比如说可撤销信托，对于我们来说，它是去避免这个法院认证程序。很多时候大家说，我是不是只能选择一个？其实不然，最好的，如果说您有一个这样的出租的房屋，那么您是需要，如果说您是害怕说，OK，我租给我的租客，那我租客如果在我的房屋里面，他如果发生了一些意外，我们是如何去保护我的这个LLC或者我的个人资产不受影响呢？我们会建议您是将这个LLC 和信托是一起来使用。比如说我们是做 LLC 里面的这个我们叫股东或成员也好，那么让信托成为 LLC 里面的这个成员，那么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双重的保护。第一，我们就是得到这个刚刚说的责任上的保护；第二，我们就是可以避免关于这个我们刚刚说的法院认证程序 probate 的保护。所以这个问题我相信大家如果还有需要更深的是您有多处的房产的话，这个应该是可以对您提供一个非常大的保护的。Okay, so Mark, talking about the company, so if you
if I have a company and then I have a different arrangement for my, my asset, my interest in the shareholder agreement or operating agreement, then my will and then my trust has a different arrangement. So which one trumps which? Because then like how should my family to do with this asset or my interest? Yes, in general, a shareholders agreement or an operating agreement with an LLC will trump your estate plan because it's an agreement with someone else or a group of people, and that agreement cannot be changed by your will. So when you do a shareholders agreement or an operating agreement, you must be sure to incorporate it within the terms of your trust or will, and coordinate the two so that they work perfectly well together. Thank you. 所以我们刚刚也提到，当您有了这个公司之后，可能在您的公司之内，你可能做一些股份上的这个处理，或者您做一些 interest 上的处理。那么你生前可能会订立这样的一个合同，或者是股东的协议。如果跟您的这个遗嘱安排不同，它应该怎么样处理呢？我们有一个最基本的这个我们的概念是，如果是您订立的合同，因为是您跟他人订立的合同，我们的这个遗嘱或者信托是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些合同的。所以不管是您的这个合同是在您的遗嘱订立之前订立，还是在遗嘱订立之后订立，您的这个合同最后您的这一部分您的这个股份的处理都是会根据这个合同来做这样的安排的。所以大家在做你的这个 estate planning 你的财富传承规划的时候，一定要跟您的律师进行沟通，告诉他 OK 我们有这样的一家公司，或者是我有这样的一些股票，那么我们是订立这样的合伙合同，他们的规定是跟我想要做的是非常不同的，那么让您的律师为您去制定一个最适合您的所有的资产的这样的一个安排，这才不会导致您的家人在之后您的身后发现我们这个有不同的这个安排怎么样去处理，然后他可能会拉长你所有的这个财富传承的时间等等。所以这个是希望大家就是需要关注的，也需要注意的。OK， on the next slide. Yeah, next slide then, I guess. 所以在我们so after we talk about like how do we use a trust and how do we fund a trust, I think most people they will ask, so is the trust all same, or like do we need like different trusts based on our a different family situation? Yes. There are a number of different trusts for different functions, but the most typical different trust that we have to use is a special needs trust. Special needs trusts will administer the assets for the benefit of a disabled beneficiary, and they will hold the assets in such a way that that beneficiary can continue to receive government benefits from programs that might otherwise have financial eligibility requirements that would get them cut off if they inherited directly. 对，是这样的，我建议每一位客户，大家要清楚认识到，不是每一份这个我们的信托的这个文件都会是一样的。像我们刚刚提及的，您一定要根据您自身本身家庭不同的情况去做这样的一个财富传承的规划。尤其是刚刚Mark 也提到，我们第一个问题说到，如果尤其是您有这样特殊需求的子女，可能他们是需要去申请一些政府的福利，那么包括这个 Medicaid 或者是等等政府的这样的一个救助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通常大家也可能知道，就是我们这样会做一些像 special needs trust 这种特殊需求的信托，这样的信托可以保证您的有特殊需求的子女在能够传承到您的财富的同时，也可以受到这个政府的这样的一个福利的救济等等。但是这样的信托其实是非常特别的，所以我们是建议客户
如果有这样的情况的话，一定是要跟我们沟通，告诉我们现在这个你们这样的这个特殊的这样的需求，然后你们想要达到这样的效果而且我们不建议客户在没有进行这样的规划之前就盲目的马上就去申请政府这样的救济，因为非常有可能会导致你们这样的申请被政府拒绝。So can I set up a trust for my grandchildren? Yes, you can change it. You can set up a trust, usually an irrevocable trust, that will be for the benefit of the grandchildren. And you could have your children as trustees or other people you might choose as trustees for the grandchildren. But this will provide how and when the grandchildren will get their beneficial gifts. So if you want to give a reasonable amount of money to your grandchildren and you don't want them to squander it when they're 18 years old and would otherwise get it, you can put it in the trust and it can hold these for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so that a trustee can make sure that the money is expended properly on the benefit of the grandchildren. 刚刚 Mark 律师也为我们回答了，这也是我们收到很多的一个客户的一个咨询。那我是不是可以为我的孙子女、外孙子女设立这个信托？答案是可以，但是我们一般这样设立的信托呢，都是一个不可撤销信托，这样也会帮助我们在收到这个税收上的一个好处。还有一点，我想跟大家强调的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可能大家会要想到是我们要给我们的孙子女和外孙子女呢？通常呢，如果说你有这样的情况，是您的子女他们的财富其实已经积累了非常多的财富，那么他们接收到这一部分的财富可能会导致他们失去这个豁免的这个免税的这个额度，那么它导致他们交更多的税。那么这样的做了一个衡量之后呢，其实您是可以考虑为您的孙子女和外孙子女去设立这样一个信托的。那么由您的这个子女作为这个信托的管理人，那么确保您的孙子女和外孙子女在年轻的时候，或者他们还没有那么好的这个理财能力的时候，去帮您的孙子女和外孙子女去管理这个信托和管理他们的财富传承。So, Mark, for some different family situation, if I remarry, what should I do with my previous trust or previous will, estate planning documents? Yes, very important question. Because when you get divorced, your previous wife or husband gets written out of your will automatically. But that's not true with trusts. So if you don't change your trust after a divorce, you might accidentally leave your assets to your divorced spouse. So you must look at your trust and reconfigure it after a divorce, because it doesn't happen automatically. It doesn't fix itself automatically. 这个问题关于就是再婚的情况下，您是如何规划您的这个财富传承文件，那么包括您的这个信托。刚刚 Mark 律师也强调了一个可能在法律上一个非常基础的一个知识是，如果您离异这个离异的情况只会改变您的遗嘱中的这个分配情况，那么您的这个前任配偶他是没有办法通过您的遗嘱得到您的这个财富传承。但是大家要非常注意，这一点并不适用于您的信托。如果您的信托不进行更改，那么在出现的特殊情况下，您的前任的这个配偶还是有权通过您的信托传承到您的财富。我相信大部分人可能对这一点没有注意到，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如果您的有再婚的情况下，或者是你有离异的情况下，您都是需要去跟您的这个财富传承律师 estate planning 律师去进行沟通，然后去更改您的这个信托。So for the kid, so like after you divorce and about the kid, and if I do not have the legal custody of a kid, or like I do have the legal custody of the kid, so does the child still have the right to inherit my estate?
They do from the estate, but they don't from a trust. In other words, if you have previous children and you don't mention them in your new will, they can come and demand what they would get if there had been no will. That doesn't happen with trusts. Trusts are only for the benefit of the people that are set forth in the trust. Previous children from previous marriages, unless you put them in there, will not benefit from the trust and cannot sue it. 这个问题呢，也是提到了是关于如果您离异以后您的这个子女的这个关于他们的继承权的问题，通常呢也是刚刚我们Mark 律师提到的，他要分2个文件我们来处理。那如果是您只有遗嘱，您在您的遗嘱之中没有去提及您前任婚姻的这个子女，那么他们其实是有权在这个你的遗嘱进行probate 进行法院认证程序的时候，跟法院提出抗议，那么提出他们是有权来得到您的这个财富传承的。但是如果您有意的在这个信托里做这样的规定，是有意的去忽略您的这个前任的这个子女，那么他们这个前任的子女是没有办法过来是跟您去做这个财富传承的这样一个争辩。那么所以其实每一个文件它能够达到以及它会出现的问题，我们都要分每个就是材料文件来做进行处理。So Mark, I think that the question number 5 happened a lot in our life is sometimes we bought a house and probably we think probably it's love, so we just put the house under the wife's name, and would it cause any disputes in the future? And so is there any way that we can avoid these disputes? Yes, it's not a good idea to have the real estate in the name of one spouse directly, because that means that if that spouse should die, that property has to go through probate, and probate can interfere with your ability to sell the property in a timely fashion. And people who are buying property like to know when they can get it, and the probate system can interfere with that. So what you really want to do, if only one spouse is going to be the owner, you want to have it in a trust for that spouse. That spouse should create a trust so that if that spouse dies, the trust will control what happens and it won't have to go through probate. 这个第5个问题呢，大家可能我觉得也是会有一些疑问。如果您在婚后买了房子，我们很多人可能会做这样的一个安排，是为了避免债权的这个纠纷也好，那么我们可能只是在一个配偶的这个名下去分配这个财产，或者是这个我们的不动产只放了一个配偶的名下，这样的处理呢，会引起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法院认证程序的这样的一个麻烦。如果像我们刚刚说的，共同拥有的资产，这个不动产是不会需要去经历这个法院认证程序的。但是如果只在一个人名下的这样的一个不动产，你不做任何的规划，它是需要走这个法院认证程序的。这样的话会给你的这个家庭还有你的这个子女带来非常多的不便。所以怎么样去处理这样的一个怎么样去规避这样的一个不便呢？通常我们会建议客户除了命名您的这个一方配偶为唯一的这个 owner 之外，这个我们的要拥有人之外，我们会建议在这个配偶他自己本身是需要去做一个这样一个信托。像我们刚刚说的，信托是完全可以帮助您去避免有这个法院认证程序的这个纠纷。那么当您的这一任配偶如果他在他过世之后，所有的这个房子，那么也可以不会去走到认证程序，也会比较的给您比较方便的可以去处理这个这个不动产，然后让您的这个不动产的这个收益，不动产可以很好的传承到您的下一代。So
And this is our last question, Mark. I think it's pretty complicated, but I think it's pretty common among our guests is the child is in US and the parents are in China. So how a kid in US or a child in US can inherit an estate from the parents in China? Well, this is a problem, and it's complicated by the fact that there isn't a formal probate system in China. The rules differ greatly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and there is a great deal of variability amongst the magistrates and the notaries that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inheritance law. So it's very, very difficult to make a generalization as to what will work and what won't. There is a movement now in China that was started by a gentleman named Chen Kai, who's leading trust and estates attorney in China. And that is the will registry system, where you go to a private organization that will help you write a will in a standardized language that they will then keep for you, and you will have agreed in advance to allowing them to make the transfers and do the steps that you require in your will. This is designed to make the procedure more predictable. It's just started around 2015, but so far they have about 1.7 million wills under administration, and it might be sort of the wave of the future there. But otherwise, it's quite different. It's quite difficult to make generalizations about it. You might want to think of having assets in China areas, in areas where there are more formal inheritance systems than there is in China. 对，这个第6个问题，我相信这个在我们今天的我们的听众中，包括我们的客户都是普遍存在的。那么国内父母的这个资产、房子现金、保险等等，那么是怎样的有保护的留给我们在美国的我们孩子？那么是这样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刚刚 Mark 律师也提到了中国的这个法律系统跟美国的法律系统是非常不同的，所以我们在很多的情况下在中国尤其是当我们涉及到这个管辖权的问题的时候通常美国的法院它是不太愿意去涉及到在中国的这个这样的一个遗产的这个纠纷也好，或者遗产的传承也好，所以呢，刚刚 Mark 律师也提到了如果您有这样方面的这个需要，您可以提前做这个规划，比如说您将您的父母的资产转移到和美国的这个叫做我们财富传承 estate planning 这个规划系统比较相似的国家或地区，比如说像英国或者是香港，我们有这样英美的一个系统。尤其是在中国像我刚刚提及的，在中国我们是没有这样的法院认证程序的。在中国我们的这个收遗产税的这个程序也不一样，在中国是我们没有这个遗产税的一个概念，但是我们是当我们的这个受益人收到这一部分遗产的时候，我们去纳税。所以很多的系统它是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建议，如果您的父母在国内有这样大量资产是需要转移到美国，或者是转移到赠与到这个我们在美国的这个子女的话，是建议您是提前跟中国的律师以及美国的律师进行一个深度的沟通，然后做一个完善的这个财富传承的规划。Okay, I think that will be our last question, and thank you, Mark. So I think we have a few questions from the chat room. Yes, 这样吧，现在呢，我们大概有25分钟左右的时间。
就差不多20到25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大家可以提问。您提问可以用2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在那个 chat room 里边把 question 打一下您打英文也可以，打中文也可以，那我们就能够做到中文的翻成英文，英文的翻成中文，大家都能够听懂。Mark 也可以听懂回答。第二种呢，你也可以直接在那个举手，你举手的话呢，我们就轮着来。我叫到您的话，您可以 unmute yourself， 你可以直接问问题，好吗？好，我看到在 chat box 里边已经有几个问题了，它是用英文的，我讲一下。那么您可以翻成中文，其他的参加者 guest 可以听到，然后 Mark 可以直接听英文。So Mark, here is a question. Can POD and TOD be used as ways to avoid probate? Yes. You might want to translate that Chinese first. 那么这个POD 和 TOD，POD 就是 payable on death， 那是在您的这个过世的时候是我们叫直接支付。TOD 叫 transfer on death， 是在您过世的时候做这个我们叫做转移，是2种这个资产这个传承与转移的一个方式。那么现在我们的这个Susan 她的问题是，这2种转移的方式是不是可以用来去避免这个我们的法院认证程序 ？So Mark is yes. Yes, they are very helpful, especially with small checking accounts and that sort of thing. If you have a spouse that is a surviving spouse or is a single person, it's very good to have someone that they can put on as a TOD or a POD. It's not a great way of going about doing things with large amounts of money. And the reason why is because if you have an account and say you have $250,000 in it, and instead of using a trust or having it go through your will, you have a TOD and you say, okay, it's going to be this person is my TOD, and my will says I want this to go equally to my 5 children. Well, your will doesn't matter because your will is only a set of instructions to the probate court. And if it's a POD, it's not going to go through probate, so the will doesn't matter. So the person who is written as the POD legally can keep it all and doesn't have to follow any of the other rules that you put down. So that's an important thing. I've had to litigate that several times in the past few years because people don't understand that. But the recipient of a POD has no obligation to follow your estate plan. So it's very good if there's $2,000 in a checking account when you die. It's not good if there's $250,000 and you don't want it to all go to that person. 我解释一下刚刚 Mark 律师说到的这个问题。首先这个问题的我们的答案是这个 POD 是unpayable on death and transfer on death 这2种方式是可以帮你去避免法院认证程序，但是他的建议是这个只是适用于一些小额的这个比如说您的这个银行账户。为什么呢？因为一旦您做了这样的一个安排，如果是您的这个 POD 或 TOD 的这个资产过大的话，他们到了您的这个安排的这个受益人手上是没有办法，你是没有办法要求受益人再将这一部分他得到的大额资产，比如说我们有个30万这样大额资产，再根据您可能信托或者可能你的遗嘱有做不同的规定，按照您的信托或遗嘱再去做这样一个分配的，所以等于是。我们只能这个 POD 和 TOD 的这个情况是只能做一种情况的安排，是没有办法去影响你的，是没有办法被您的这个财富传承规划的这些文件所影响。那么这样的话会对您的这个财产的分配可能会造成不公。那么我们的那个经验也是，由于这样的一个安排的这个不恰当，也是有引起了非常多的这个诉讼的这个问题在子女之间或者这个 POD、TOD 的诉讼人之间，他们被要求将这个财产在子女之间再进行新的分配，所以是可以，但是呢这个是需要非常谨慎的。
Okay. So Okay. question number 5. 对，可以 is that okay that I stop sharing and you pick up the PPT? I just accidentally clicked something and I couldn't find my PPT. Oh yeah, it's fine. Okay. So for question, sorry. You can take the screen. I'll share the my PowerPoint. Just 1 second. Just 1 second. Can anyone see it? Yeah, Okay. bigger. Okay. Oh, sorry. So I think, Mark, I think the this question, where is we've dealt with the PowerPoint, I think, pretty much. Now we're Mark, the question referring back. Yeah, the question referring back to PowerPoint. Connie, I don't. I'm sorry. I don't have the Zoom screen here, so I could not see the question. Oh, that's okay. Hold on. Can you read it to everyone? Or? Yes. Okay. Yes, the question is. The question number 5, I think. Sorry. Yes. For question number 5, you might want to repeat the question. If you bought the house with a partnership LLC, will death of one of the partners cause any estate tax in a probate? Yes. This is how it works. When the person dies, the value of their interest in the LLC is part of the taxable estate of the person who died. So if the person is not otherwise exempt from paying estate tax because they're leaving everything to a U.S. citizen spouse, for example, they will have to pay, their estate will have to pay taxes based on that value. That does not mean that the LLC has to pay taxes. It doesn't. That's not how it works. It's that the value, say we have $5 million in an LLC of real estate, and I'm one of 5 members, then when I die, my estate has $1 million worth of assets. The IRS doesn't care where I get the money to pay the taxes on that. They won't go to the LLC for that, but the person who died is going to have to come up with it somehow. 刚刚大家问到这个是 Lindsay 的问题，那么是他的问题是，如果是您是用这个 LLC 或者是用合伙的这个partnership 的形式去买了一个房子，那么其中一个合伙人他的这个过世是不是会引起任何的这个遗产税和 probate 的问题？刚刚 Mark 律师也强调了他的税务这个国税局呢，他们不会是去跟你的这个公司去较劲儿，他们会想要得到这个税务的这个征税呢，他们一定会针对您的个人，所以您是需要去做，在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呢，这个过世的这一位合伙人呢，他的自己本身的这个他的这个遗产税和 probate， 他是本身是要提前做好这样的一个安排，才能避免在他的这个过世的情况下，他所从这个合伙人合伙公司以及这个 LLC 分到的这个我们叫 distribution 上去做去避免他们要支付过多的这个税务的这个义务，或者是他们要进行这个认证程序，所以不是说你来从这个公司层面来看，而是还是从您的这个 partner 这个个人的层面来看的。So Mark, I think we missed one question is here, Jen. Jen also asked a question number 5. It's about the husband and wife, they bought a house thing. So she asks, can couple just add both husband and wife name to the title to avoid dispute? And also she asks, can a house with mortgage be put in the trust? Yes, a house with a mortgage can be put into the trust.
here is one bit of complication with that, which is that many banks won't lend to a trust. And so when you need to get the mortgage, you have to take the house out of the trust for a minute, put the mortgage on, and then put it back into the trust. The reason why that is because they sell the mortgages on the secondary market, and there are covenants that require that it be to individuals. This is, of course, a simplification of it. But yes, we do that all the time. We put mortgaged properties into trust all the time. There's even a specific law that says that for residential real estate, that cannot be considered to be a default under the mortgage. And also, can you add both husband and wife name to the title of this house to avoid disputes? Yes, but sometimes that's a good idea and sometimes it isn't. It will avoid probate at the first death. And so that's a good thing. The probate would only happen at the second death. It might be a problem, though, if you have a spouse who is a non-resident alien and who's living in China, and you put them down as the joint owner, then you can have, that can cause all sorts of complications. You're still better off with having it in a trust. And if you have a husband and wife and they're both on it, that's good. That's not going to be probated the first time. But when the first spouse dies, you should immediately put it into a trust so that you don't get probate at the second death. 刚刚 Mark 律师解释了非常多啊，这两个问题呢，我们先回答第一个。那么，如果是我们将这个夫妻双方都加在这个房子这个 title 下面，是不是可以避免纠纷？那这个我认为像 Mark 所说的，这个是 facts by facts， 要根据不同的这个情况来定。那么，如果说您是在关于这个纠纷，您是只是针对于我们刚刚说的 probate， 就是我们的法院认证程序的话，那么如果您在夫妻双方在购买这个房产的时候，你们是把它命名为这个 joint tenancy， 那么是大家共同拥有的话，在第一个配偶他去世的时候，这个是不会有任何 probate 问题。但是这个时候，在第二个配偶他会传承到这个房子。那么在这个第二个配偶他过世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做相对的规划，没有将房子放到这个信托下面，这是会引起 probate 问题的。因为像我们前面说的，因为在这个第二个配偶他过世的时候，这房子是会在他的名下的，只要是他拥有的话，你们还是这个第二个配偶他还是需要去走这个法院认证的程序。还有一点大家需要注意到的是，如果您是有一个是在您的配偶如果是他人是在中国，那他是没有美国的这个身份，那么这样的一个也会引起，如果你们共同拥有的话，也会引起相对的一些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这个我们的 mortgage 的问题，这个答案是 yes。这个房子如果有 mortgage， 你是不是可以放到信托里面？这是当然可以的。但是很多时候你在做这个信托的更改，你们有 mortgage 的时候呢，你们是需要你的信托律师是需要跟这个银行做一定的这个联系对您的这个 mortgage 进行一些这个更改或者是一些更新，做一些处理。但是这个是完全没有疑问的，你是可以在做这样的一个安排的。I think I just saw someone raise a hand. Is Emily? So I think Emily is first. Yeah, Emily, yeah. can you yeah? 能听到。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关于国内的房产呀、股票啊这些东西，那可以写入美国的信托吗？还是没有用啊？我问 Mark 之前，我问一下您现在的这个，如果说您现在这个身份是怎样的一个身份？美国公民，绿卡公民。公民。OK， 好。所以那国内的这个资产的话，也是在您的自己个人名下吗？还是有与他人共同拥有 ？OK。共同拥有，就跟老公共同拥有。有共同拥有。然后您先生的这个身份也是？他是绿卡。他也在美国，他是绿卡 ，OK。他现在在中国，OK， 但是他是绿卡的身份，对吧？但是他是美国绿卡身份，OK， 好的。这个Emily 刚刚这个问题是我相信是也是一个我们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So Mark, Emily just asked. So she is a U.S. citizen, and her husband is holding a U.S. green card.
and she's asking, can she put her property in China, like stock assets in China, to her trust, to her U.S. trust? House? Yeah. No. I mean, there's no trust law in China the way that ours works. They use the same term, but it's more of a banking sort of. Something just happened. Hello? Hello. Yeah, we can hear you. You can hear me. Oh, you went. The whole screen went blank for some reason. I don't know. Can you still see me? Yeah. Okay. Well, I'm just looking at a blank screen, so that's okay. Okay. But yes, what were we saying? Oh yeah, they don't recognize trusts the way that we conceive of them in China. So I do not think that it's possible. In my experience, it isn't possible to, for example, put real estate in China in a U.S. trust. I mean, for one thing, you don't have true ownership of underlying real estate in China. You really have the essentially long-term ground leases. And these things really are not translatabl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unfortunately. So even though she is the owner of this, and I mean, she and her husband are the owners of this Chinese property. Yeah, I mean, there's no way that we can do things automatically the way that we can do it with U.S. property or property in Europe or various other jurisdictions. There's no way of which I am aware that you can take real estate in China and put it into a trust. It doesn't mean that you're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own it, but it's going to have to be through the Chinese system, which is not extremely developed in this regard. So I don't have a good suggestion for that, except that maybe one should talk to a attorney in China and see if they've thought of ways. If they have, they aren't generally accepted by like the entire legal community or anything. But I think you could probably find an attorney in some big city in Shenzhen or Beijing or something that would have some theory as to how to do it. But I've never met one. I've never had one explain their theory to me. And I've spoken to a lot of Chinese attorneys about it. So I don't really have a good result for that. Emily,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像我们刚刚最后的一个问题一样，如果您国内父母的这个资产他想要留给在美国的我们，那这样的是怎样处理？还是我觉得最基础的问题是，因为中国跟美国是两个非常不一样的这个法律系统，尤其中国我们在这个管辖权上呢，也跟美国的这个规定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 Mark 的解释是我们的解释是关于即使你有一个美国的信托，它可能都非常难，非常的困难去处理，都有非常大的难处去处理您在中国的这些资产，因为您是需要经过中国的这个法律系统将我们这个美国的这个信托进行到中国去使用，尤其我相信大家可能说现在中国是不是也有在做这个信托啊等等啊，但是大家要注意，现在中国的这个大部分的这个做的信托我们都是商业信托，中国它现在还没有一个正式的是做个人信托的这样一个法律的安排，所以很多情况下您拿着您的个人的信托在美国做的个人信托是非常难去处理中国的这些资产的。所以我们也有碰到客户，我这边除了 Mark 刚刚讲，我再多说两句，我们有碰到客户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是在两边的两个系统，他们都要在中国他们要按照中国的这个系统去处理他们的这个在中国的资产，包括在中国他们可能需要订立一个中国的这个
遗嘱，然后在美国他们在处理美国的资产，或者是跟美国有这样的一个我们叫 treaty 的这样的一些国家订立他们的对他们的资产进行处理。所以呢 Mark 的和我们的建议都是，如果您在中国这样比较跟美国有不太一样的这个法律系统的这个情况的下呢，我们建议您是去咨询中国的这个律师去处理您中国的这个资产。鉴于现在还有2分钟的时间，那么我们可能只能回答一个问题。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其他的问题的话，欢迎大家之后可以给我们发邮件，我们中英文都是这边都是可以接收的。那么这边是我们这个联系方式。So Mark, things like it's 5:58. We probably can take only one question. So Judy asked, revocable trust will automatically become irrevocable trust when owners die. So revocable trust has tax benefit too. Revocable trusts, they do have tax benefits in that they allow the person, when we have a husband and wife, if the husband and wife own everything jointly, and the surviving spouse is a US citizen, then when the first person dies, everything automatically goes to the other, and there's no tax. But when the other dies, then we have the entire combined estates of both of them being subject to tax. If instead we use 2 revocable trusts, one for each spouse, we can exclude the first $1 million of the estate of the first person to die from the taxable estate of the survivor, even though the survivor is the beneficiary of everything from the first spouse to die. So the fact that the survivor can get that money or get those assets doesn't bring it into her estate for tax purposes. So it allows us to remove from a Massachusetts purposes $1 million worth of assets from the surviving spouse estate, and for federal purposes, that amount right now is enormous. It's $11.7 million that are excludable. That's likely to get much lower over the next year or two. But that being said, it does give you the tax benefit of allowing you to exclude the first person's estate from the estate of the second person. And that will save you, in Massachusetts, that will save you $160,000 on $1 million. OK， 刚刚朱宇的问题呢，我回答一下，然后我再进行一个进一步的解释。首先他问的是这个我们这可撤销的信托，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持有者的这个他过世的时候，他是不是会变成不可撤销信托？这个答案是yes， 是会。那么可撤销的这个信托是不是也有这个税收上的这个好处？这个答案也是也是 yes， 但是呢，我们是需要经过这个非常详细的规划的。刚刚 Mark 也举了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我们也经常碰到的是关于当我们碰到麻省的这个州税的这个免税额，它只有100万的这个情况下，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大家如果不做这个规划，那我因为夫妻之间，如果我继承另一方配偶的这个资产，在我夫妻之间的这个继承是我们叫 unlimited， 就是我没有任何的这个限制，我也不需要支付任何的税。但是问题来了的就是，当你的尚存配偶他在继承了这一部分的这个资产的时候，的确是不需要支付这个税金，但是在他过世的时候，他的名下有可能是得到了是，比如说超过了他这个远远超过他可以用的这个免税额的这样的一个资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会导致您多交多交最多是能多交是16万的这样的一个税额。那么怎样去避免呢？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可撤销信托它就会起到一个非常大的作用。我们在可撤销信托中会做我们
可能现在说比较复杂，欢迎大家之后来跟我们再来咨询。比如说我们说 Q-tip trust， 或者是对于那这样在做了这些可社交信托做了这些安排之后，我们是可以在你继承你的这个你的过世的配偶的这一部分的这个资产的时候，不需要交这个税金，又可以将您过世的配偶他名下的这100万的这个免税额转到您的这个名下，不是说您可以去使用，而是在您过世的时候，打个比方，如果您的过世配偶他是留了100万给您，如果您的信托做得好的话，如果您信托做得不好的话，您在过世的时候您自己也有100万，那么这个200万是超过这个免税额，那么多的这100万是需要支付税的。那么但是如果您的信托做得好，在您过世的时候，您的配偶的这个100万，他也可以用到在他过世的时候这样的100万的这个免税额。那么等于在您过世的时候，虽然看起来好像您是拥有这200万的资产，您可能需要交税，但其实不然，您是完全是用到了您的配偶这100万的这个免税额，所以同时是可以帮助到您在您过世的时候也是不需要去支付这个税金的。但是这个的话就会涉及到你是需要一个非常完善的这个财富传承规划的这样的一些文件。好，那现在也是已经到我们这个9:04了，所以Connie, do you wanna? Yeah, I think that concludes our presentation today. Thank you so much, Mark, for your time and pleasure. expertise today. We all learn a great deal. 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讲座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能来参加我们的讲座。希望马克律师和柯律师的讲座能让您学到一些对财富传承有用的知识点和法律点。接下来如果你还有问题的话呢，你可以直接联系柯律师或者马克律师。你也可以打我们公司的电话，也可以上我们的网站，网站上有一个 customer 的 page， 你可以通过网站上来直接向我们提问。我相信这边很多朋友也有可能有我和柯律师的微信，你们也可以直接用微信联系。好的，谢谢大家，晚安。谢谢大家，晚安。Bye everyone. Bye. Thank you. Oh my God. Are we still here? No, I can end the meeting now. Okay. Thank you. Good night. Okay, thank you guys. Good night.